它是二战战场上的人间炼狱，它使得一个主要城市被围困长达900天。它是近代历史上主要城市被围困时间最长、破坏性最强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包围战。它就是列宁格勒战役。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1703年，出于建立俄国欧洲之窗的考虑，彼得大帝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起了一座名为彼得格勒的城市。自建立后200多年来，该城不仅是辽阔的俄罗斯帝国的首都，也是十月革命的发源地。1924年，彼得格勒改名为列宁格勒，苏联第二首都也由此诞生。该城不仅是苏联最大的工业中心和第二大交通枢纽，也是波罗的海的一大重要港口和苏联波罗的海舰队的重要基地。1941年6月22号，北方集团军群在勒布元帅指挥下，在第一航空队支援下，开始沿陶格夫皮尔斯、普斯科夫、列宁格勒一线进行总进攻。6月26号，由于北方集团军群占领陶格夫皮尔斯城，导致普斯科夫到列宁格勒一线就此失去了一道天然屏障，列宁格勒南部也完全暴露在了德军面前。斯大林获悉此消息后，在愤怒中撤换了时任西北方面军司令员的库涅斯佐夫上将，但是斯大林的阵前换将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此时处于被动中的苏军根本没有任何招架之力，更不用说反攻了。德军依旧以闪电之势不断突破苏军防线，先是占领了拉脱维亚首都里加，随后突破苏军拉脱维亚边境的防线之后，还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苏军已经放弃的普斯科夫，导致进攻列宁格勒的大门被完全打开。祸不单行的是，芬兰的2个集团军也在列宁格勒北面，于6月底对苏军北方方面军发动攻势。此时的列宁格勒已经深陷入敌人的南北夹击之中，而北方集团军群也在占领普斯科夫后，除主力继续沿卢加至列宁格勒一线推进外，一部则向东迂回，企图切断列宁格勒与莫斯科之间的通道。鉴于德军的进攻意图，苏军则在依托卢加防线顽强阻击的同时，并在向东迂回的德军侧翼凭借一次大规模出击将其赶回原地。不仅使得北方集团军群被钳制在卢加河畔，也导致希特勒计划在7月21号前攻占列宁格勒的计划就此破灭。7月21号，希特勒亲自来到普斯科夫，当面命令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勒布要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列宁格勒，并在事后完全摧毁该地。苏军随后在勒布的重新部署下，由北路首先对卢加河下游的金吉谢普地区发动攻势，并在不久后突破了金吉谢普防线，切断了列宁格勒至金吉谢普的陆上交通线。而负责向卢加发动攻势的中路德军虽然进攻受阻，但是依然牵制住了苏军的大量兵力。南路德军则对卢加河上游的西姆斯克地区发动攻势，并在突破苏军第一道防线后占领了诺夫格罗德，随后向东北方向推进。而就在德军向卢加防线发动猛烈进攻的同时，苏军也在列宁格勒北面向苏军防线发起攻势。鏖战到8月底，北路德军此时已经推进至距离列宁格勒城南仅有20公里。到9月8号，由于南路德军占领列宁格勒城东面要地，导致列宁格勒不仅陷入到敌军的3面包围之中，而且同外界进行联系的陆上交通线也被完全切断。1941年9月9号，由于德军不仅对列宁格勒开始进行大规模包围，还切断了列宁格勒的物资补给线，使得长达872天的列宁格勒惨烈围城战就此开始。苏联最高统帅部面对列宁格勒的严峻形势，决定紧急成立列宁格勒方面军，并且命令朱可夫大将由苏军预备方面军司令调任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1941年9月11号，德军开始从正面对列宁格勒南面发起强攻，并在随后不断突破苏军防线。时任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的朱可夫认为，此时的列宁格勒已经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随即下令投入方面军最后的预备兵力。9月14号，在空中和地面火力的掩护下，苏军预备队对德军进行大规模反攻，德军顿时大乱，只得被迫撤退，苏军得以恢复原来态势。9月16号，急于寻求战机的勒布终于找到了苏军防线的薄弱部位后，随即
命令德军从苏军结合部突破苏军防线。虽然一度推进至列宁格勒以南18公里处，但是随后在苏军的拼死阻击下，德军的推进速度从7月份的1天5公里减少到现在的不到2公里，其攻势也最终被钳制。鏖战到9月19号，勒布眼见距离希特勒规定的时间仅剩1天，随即下令德军全力进攻，使得德军的进攻达到了高潮。在空中、地面炮火的支援下，德军进攻部队向列宁格勒发起猛烈攻势。但是在顽强阻击的列宁格勒军民面前，德国北方集团军群的最后一搏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在此之后，北方集团军群的精锐部队由于莫斯科战役的爆发被大量抽调，导致德军再也无力进行大规模的攻势，双方的防线也因此稳定下来。但是苏德之间的围困和反围困斗争才刚刚开始。时间来到1943年，此时的列宁格勒已经被德军围困了17个月。而在列宁格勒继续坚守的同时，苏联最高统帅部也在孕育一项反攻计划。1月12号9点30分，苏联为突破列宁格勒封锁所实施的火花行动开始了。负责从北面和南面进攻的苏军，在2000门各型火炮长达2小时的炮火掩护下，向德军阵地发起攻势，并在鏖战7天后成功突破了德军防线，导致德军对列宁格勒长达17个月的完全封锁被突破。1944年1月，面对逐渐有利于自己的战争形势，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进行一次大规模作战行动，借此将围困列宁格勒的德军以及这一地区的德军完全驱逐出去。1月14号，苏军3个方面军按照既定部署，向列宁格勒和诺夫格罗德的德军发动大规模攻势。作战行进至1月27号，苏军成功夺回了诺夫格罗德和卢加在内的多个城市，不仅彻底解除了德军对列宁格勒的长期围困，还使得列宁格勒通往莫斯科的陆上交通线得以解放。至此，长达872天的列宁格勒战役以苏联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列宁格勒战役历时872天，苏联共参战93万人，死伤343万人；德军共参战72万人，死伤58万人。列宁格勒保卫战的胜利结束，可以说对苏德战场的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战不仅牵制住了德军大量兵力和芬兰的全部军队，还使苏联北方的其他地区得以保存，从而阻止了德军从北部包抄莫斯科的企图，使得苏军在战役结束后得以抽调大量兵力调往其他地方。而列宁格勒人民在长达900天的围城作战中宁死不屈，艰苦奋战，不仅破灭了德军攻占列宁格勒的战略企图，还将兵力庞大的德国北方集团军群牢牢钳制在了苏联西北地区，从而有力地协助了苏军在其他战场的胜利。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